进口牛排1公斤成本就超过300元，夜市一克却只卖150元，还负面加蛋，红茶浓汤无限续，这个数学不对劲，而答案就写在菜单角落的3个字里。傍晚6点半，牛排摊前面已经站了一排人，铁板烧得发白，肉排滋滋作响，奶油香混着黑胡椒酱飘过半条街，生意好到不像赔本，价格却低到不像赚钱。台湾的夜市牛排少说有40年的历史，牛排这种东西最早是高级西餐厅里的贵族，白桌巾，刀叉摆3套，一克抵得上普通人半个月薪水。后来有生意人灵机一动，把牛排请下神坛，搬进夜市，配上台湾人自己发明的3宝：铁板面垫底，半熟蛋1颗，酥皮浓汤无限续，红茶自己倒，从北到南，士林、饶河、瑞丰、花园夜市，每一个像样的夜市都有那么一摊铁板牛排，爸爸带儿子吃，儿子长大带孙子吃，这是几代台湾人共同的宵夜记忆。而且它有一种奇妙的仪式感，铁盘上桌的那一瞬间，酱汁喷到围兜上，全桌人往后闪，笑成一团。多少人的童年里，考100分的奖品就是夜市那克牛排。轮到我们了，铁盘端上桌，面还在吸酱汁，蛋黄灿灿的，肉排滋滋作响，结账1克150元。这时候我们心里冒出一个问题，现在走进超市，随便一小盒进口牛肉都200-300元起跳，这一大盘连面带蛋带汤带酱，怎么可能只收150？老板是在做善事吗？答案当然不是，老板不是慈善家，他只是懂一门我们不懂的生意经。而这门生意经的核心牵扯到一种肉，一部法律，还有一排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抬头看的小字。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侦探，手上有3个线索，全部都是坐在餐桌前用一双眼睛就能核对的线索。顺着线索走到最后，1克150元的夜市牛排到底是什么肉？答案自己会浮出来。侦探办案第一步永远是算账。我们先来算一笔牛肉的数学。台湾人吃的牛肉90%以上靠进口，主力来自美国、澳洲、纽西兰。夜市牛排摊爱用的部位之一是美国牛肋条，油脂够，有嚼劲，煎起来喷香。那牛肋条1公斤多少钱？我们去翻肉品批发商的网络报价，美国特选牛肋条1公斤开价543元，就算摊商大量进货，直接跟进口商拿货，1公斤抓400元上下，跑不掉。这还是相对平价的部位，要是换成大家熟悉的沙朗、菲力，批发价又是另一个档次。超市里一小盒2300克的进口牛排，卖300-400元是家常便饭。这几年国际牛肉行情一路走高，饲料涨，运费涨，什么都涨，进口商叫苦，餐厅调价，只有夜市牛排价格像被冰冻了一样，纹风不动。夜市牛排1克的肉大约200克上下，用400多元1公斤回推，光是那片肉成本就要80-90元，而且肉一上铁板还会缩水，煎掉的水分和油脂也是成本。还没完，铁板面1坨，鸡蛋1颗，酥皮浓汤让你一碗接一碗，红茶让你一杯接一杯，黑胡椒酱、蘑菇酱淋好淋满，再加上瓦斯、摊珠、水电、人手，还有纸碗、汤匙、塑胶杯。餐饮业有个行规，食材成本大概占售价的30%到50%，剩下的要付房租、人事才有得赚。1克150元，照行规，食材顶多只能花45到75元，可是光那片肉就吃掉80-90元，再送面、送蛋、送汤，这样算下来，卖1克赔1克，卖越多赔越多。我们再帮老板算细一点，一坨铁板面成本几块钱，1颗蛋几块钱，浓汤红茶酱料纸碗加一加又是10几20元，瓦斯一碗烧下来，摊位租金1个月缴下来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怎么算这门生意都应该是做辛酸的。照理说这种摊子3个月就该收了，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夜市牛排摊不但没倒，一开就是230年，还越开越多摊。网络论坛上更流传一句话，1克卖100元的牛排摊，老板照样开德国名车。2022年6月，有网友发文问，夜市牛排1克150元正常吗？底下一片老饕回他，这个价老板还是有的赚。
更早在2015年就有专业厨师受访时说过，不少平价餐厅的牛排等级其实跟夜市差不多，秘密都藏在肉的来源里。奇怪了，数学明明不通，生意却通了，一通就是几十年。问题出在哪？出在我们从头到尾都算错了方向。我们用原块牛肉在算成本，但人家铁板上那片肉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原块肉，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重组肉， menu 上有时写成组合肉，我们给它取个好记的绰号，肉界的拼装车。什么是拼装车？把不同来源的零件都在一起，拼出一台看起来完整的车，重组肉，一模一样的道理。依照卫福部食药署的正式定义，重组肉是以禽肉、畜肉或鱼肉为原料，经过组合、粘住或压形等一种或多种加工程序制成的产品，而且外观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单一的肉块、肉排。翻成白话，牛肉在分切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碎肉、边角肉、修清下来的零碎部位，这些零件丢掉可惜，于是收集起来，加上粘住的帮手压进模具，急速冷冻定型，再切成一片一片，往铁板上一放，煎得滋滋响，端出来就是一片完整漂亮的牛排。整条生产线大概是这样走的：第一步，把碎肉绞细或切小；第二步，加盐加调味料，腌制入味；第三步，拌进粘足的帮手；第四步，填进长方形的模具里压实；第五步，送进冷冻库冻成一整条硬邦邦的肉砖；最后一步，机器刷刷刷切片，每一片厚度分毫不差。粘住的帮手是谁？业界最常用的一种是叫做转夫酰胺酸酶的酵素制剂，行内人给它取的外号很传神，叫肉界3秒胶。它的原理是让肉里的蛋白质互相牵手交连，碎肉拌上它，冰箱里静置一晚，隔天就粘成一整块，刀切下去都不会散开，煎的时候也不会露馅。顺带一提，很多人念念不忘夜市牛排那种软嫩，嫩到不像牛肉，这也不是巧合。碎肉本来筋膜就被打散了，腌制的时候再加上嫩化处理，口感自然软得像豆腐，老人家牙口不好，反而觉得好嚼。这也是夜市牛排能红几十年的原因之一。但记住，这个软嫩，等一下讲线索的时候，它会回来。光是粘起来还不够，这门生意还有第二招，灌水。加工的时候，打进磷酸盐、大豆蛋白、淀粉这些保水配方，把水分牢牢锁进肉里，肉就会吸水膨胀。有自称业界的网友在论坛爆料过，100公斤的牛肉进场，处理完出来变成150公斤。营养师的文章也提过，这类保水处理可以做到原肉重量的30%到70%。我们把这一招叫灌水魔法，100公斤变150公斤，等于平白多出一半的肉可以卖，每1公斤的成本瞬间往下掉一大截。而且灌水魔法还有附加效果，吸饱水的肉煎起来特别多汁，咬下去汤汁四溢，客人还以为自己赚到了，殊不知那个爆汁有一部分不是肉汁，是加工厂打进去的水，配上磷酸盐在里面锁水。魔法之所以叫魔法，就是因为观众看不出破绽。拼装车加上灌水魔法，一片牛排的成本压到什么程度？压到1克卖150元，面蛋汤酱全部奉送，老板月底结账还笑得出来。150元牛排之谜到这里解开了一半。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听到这里可能有人已经拍桌子了，这不就是黑心食品吗？先别急着生气，这里要帮拼装车说几句公道话。重组肉不是台湾摊贩发明的偷吃布，它是国际通用的食品加工技术，美国有，日本也有，日本管它叫成型肉，超市和连锁餐厅都在用。它的出发点其实很务实，屠宰分切一定会产生零碎肉，与其丢掉浪费，不如重组利用，让预算有限的人也吃得起牛排，顺便减少食物浪费。再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很多东西都是拼装车的同门师兄弟，贡丸、鱼丸、热狗、火腿、培根、香肠、汉堡肉，哪一个是从猪身上、牛身上直接切下来的原型肉？都不是。新竹贡丸相传100年，火锅料撑起整个冬天，大家照样吃得香，也没有人觉得被骗。差别在哪？差在诚实2个字。
贡丸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一块圆形猪肉，他圆滚滚地告诉你，我就是打出来的。但一片压成牛排模样的重组肉端上桌，却不说自己的身世，这就跨过线了。所以在台湾，重组肉是合法的，法律管的从来不是你能不能做，而是你有没有。老实讲，这就要讲到一段往事了。10年多前，台湾接连经历几波食安风暴，从油品出事到原料造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民人心惶惶，看什么都怕。新闻台整天追，主妇们互相打听哪个牌子还能买。那几年的餐桌上弥漫着一种谁都信不过的气氛。也就在那段时间，媒体把镜头转向了牛排，一查不得了，市面上不少平价牛排用的是重组肉，而消费者吃了几十年，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肚的是拼装车。多位业界师傅后来受访时也坦白，平价牛排用重组肉，行内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想说破。问题的重点从来不是重组肉能不能吃，而是凭什么不告诉我？花钱的人有权利知道自己买到什么，这叫知情权。民怨一起，政府动起来了。2015年10月14日，卫福部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和第25条的授权，正式公告重组肉食品标示规定。2016年1月1日上路，食药署还配套了稽查专案，锁定餐厅、小吃店、夜市摊这些直接供餐的场所，一家一家查。各县市卫生局也跟着出动宣导，教业者怎么标，可以印在菜单上，可以立桌牌，可以贴在点餐台，形式不拘，重点是要让客人在点餐之前看得到。到了2022年7月1日，规定再升级，变成重组肉及注子肉食品标示规定，把另一种打油针的注子肉也一起纳管。这个注子肉是什么？等一下讲线索的时候，它会再出场一次。规定的内容我们帮大家整理成3句话。第一句，包装食品只要是重组肉，就要用中文在品名旁边明显标出重组、注子这一类的字，还要加注仅供熟食之类的形语。第二句，散装食品一样要在陈列贩售的地方把这些字标清楚。第三句，最关键，直接供应饮食的场所，餐厅、小吃店、夜市摊通通算在内，只要卖的是重组肉，就要在菜单或现场明显的地方用中文标出重组，组合或意思相同的字还要加注熟食供应。夜市牛排摊就在这一条的管辖范围里，也就是说，从2016年1月1日那天起，铁板前面那块小菜单就背上了法律责任。你付的150元里，其实包含一项法律保障的权利，知道这片肉的身世。那贡丸火腿怎么办？难道也要标？法规也想到了，像贡丸、鱼丸、热狗、火腿、培根、香肠，这些大家都知道不是原型肉的传统加工品，外观又不是排状、块状，可以免标。汉堡肉虽然压成排状，但一看就知道是绞肉做的，也免标。换句话说，法规瞄准的就是那种长得像圆块牛排会让人误会的产品，罚则也不轻，该标不标，标示不实，依食安法可以罚3万到300万元。法规上路，稽查跟上，照理说消费者从此高枕无忧。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天下太平的时候，剧情又转了。2026年1月，食药署公布餐饮稽查结果，连锁名店照样中标。丸龟制面基隆店用了重组肉，有标示重组2个字，但漏了熟食供应的形语，被罚3万元。你没听错，字有标，少一句形语，照罚。同一时期的早餐店稽查专案里，拉雅汉堡台北市的门市用重组肉，现场没有标示，也被罚3万元。连我们天天吃的早餐店、汉堡排、烧肉排都在这张稽查名单的射程里。大型连锁店有总部、有法务、有标准作业流程，都会漏标被罚。夜市里一摊一摊的小生意，标示做得多，确实我们心里大概有个底了。当然，消费者也不是只能干瞪眼，看到可疑的摊子，可以直接开口问老板，这是原块肉还是组合肉？敢老实回答的，通常没什么好躲，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的，答案其实已经写在脸上。真的觉得有问题，各县市卫生局都收检举，查证属实，罚单就是3万起跳。不过话说回来，
政府的稽查人力有限，不可能天天站在铁板旁边盯着，我们也不可能吃个牛排还打电话报案，所以与其等别人把关，不如我们自己练出一双眼睛。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3个线索全部都是坐在位置上等肉排上桌的那几分钟就能核对完的功夫，师傅不会主动告诉你，但肉自己会说话。线索1，看纹理。一头牛身上切下来的圆块肉，肌肉纤维是顺着同一个方向生长的，那个纹路像木头的木纹，像梳子梳过的头发，整整齐齐往同一边走。中间的筋、油筋、筋膜分布得很自然，有粗有细，这边有一条，那边空一块，这才是牛身上原本的样子。拼装车呢，它是碎肉拼的，东一块西一块，纤维方向各走各的，仔细一瞧，纹路交错，断开，突然转弯，这一区直的，那一区横的，整片肉像好几块布拼起来的百纳贝，切面还常常过分平整，平的不像刀工，像机器压的。有牛排达人受访时说过，看色泽、看油花都可能看走眼，最准的一招就是看纹理，纹路一致，朝同一个方向走的，8、9不离10，是圆块肉。再送大家一个加分题，看形状。拼装车是模具压出来的，每一片圆滚滚、椭圆的刚刚好，边缘整齐的像用圆规画的，而且整摊每一片的大小、厚薄、长相一模一样，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双胞胎。真正的圆块肉是手工分切的，每片长相多少有点不同，边缘还常带着不规则的油脂和筋膜。实际操作也简单，肉排端上桌，先别急着动刀，低头看个3秒，纹路往哪边走，有没有断开、交错、突然转向，再用筷子或叉子轻轻拨一下切开的断面。圆块肉的纤维是一丝一丝顺着走的，拼装车的断面则常常是一颗一颗、一团一团的颗粒感，像肉丸子压扁的样子。还记得刚刚说的软嫩吗？嫩到完全不需要咀嚼，嫩到没有一丝肉筋存在感的牛排，配上150元的价格，也要在心里打一个问号。牛是会走路的动物，肌肉里有筋是天经地义，一点筋都吃不到，反而不自然。低头3秒，拨一下，嚼2口，第一个线索就到手了。线索2，看油花。高级牛肉最迷人的就是油花，白色的脂肪像大理石的纹路，镶在红色瘦肉之间，行话叫大理石纹。日本人靠它分和牛等级，价格可以差到好几倍。但天然的油花有一个天生的特色，不均匀，它跟着肌肉纹理走，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疏，粗一条，细一条，聚一团，散一片。这是大自然的笔迹，潦草但是真实。还记得前面提到2022年7月1日的新规定，把一种打油针的肉一起纳管了吗？它就是注脂肉，可以说是拼装车的表亲。做法是把液态油脂用细针打进瘦肉里，人工制造油花，让便宜的瘦肉瞬间变身霜降美肉。这门技术在国外行之有年，做得好的连老饕都会看走眼。所以法规对它的要求跟重组肉一样，品名旁边要标注脂2个字，还要加注仅供熟食，因为打针的过程一样可能把细菌带进肉的内部。这种人造油花长什么样？食品专家形容得很传神，像蜘蛛网，细细的白线，密密麻麻，均匀的不自然，整片肉每一个角落都漂亮，漂亮的像印刷出来的。怎么分辨真假油花？记住2个字，韧性。天然油花是韧性的，这一块密的像雪花，隔2公分又空空如也，粗的粗，细的细，完全不讲道理。人造油花是乖巧的，整齐、细密、均匀，每一平方公分都长一个样，乖巧的让人起疑。这时候还要动用一点消费常识，油花越美的部位越贵，这是市场铁律。真正雪花满布的牛肉，随便一小盒都是上千元的身价，餐厅里1克动辄1、2千元，顶级和牛更是论克计价。1克150元的牛排，却铺住满版均匀的漂亮油花，这笔账怎么算都对不起来。便宜却美得不像话，就是最大的破绽。记住这句话。第2个线索入袋。线索3，看熟度，再配上菜单那3个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很多平价牛排摊
师傅根本不问你要几分熟，端上来一律全熟。就算能选，老板也常常补一句全熟比较好哦。反倒是高级牛排馆，服务生会很坚持的建议你3分5分，说太熟可惜了这块肉。同样是牛排，两边的态度为什么天差地远？是师傅偷懒，还是摊子不专业？还真不是，这背后藏着整支影片最重要的食安知识。原块肉的内部原本接近无菌，细菌主要附着在表面，所以原块牛排只要表面煎透杀菌，中心保留3分5分的粉红色，风险相对低。这也是牛排文化敢吃半熟的底气。拼装车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碎肉拼的，那些原本待在表面的细菌，在搅拌、粘着、压形的过程中，通通被包进肉的最中心。如果只吃5分熟，中心温度不够，细菌杀不死，吃坏肚子的风险就高出一大截。食品安全上有一个通则，绞肉、重组肉这一类的产品，中心温度要确实加热到摄氏70度以上，才能把躲在里面的细菌处理干净。这也是为什么汉堡排供完从来没有人再点3分熟的，道理一模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法规硬性规定重组肉一定要加注仅供熟食，熟食供应的警语，那几个字不是印好看的，是保命符。万一业者没煮熟，又害客人食物中毒，罚的就不只是标示的钱了，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吃上官司。所以线索3是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抬头找菜单，找那3个字重组肉或者组合肉，依法有用就要标。第二个动作，观察熟度，摊子预设全熟，力劝全熟的，8成跟拼装车脱不了关系。讲到这里，你以为看到全熟2个字就等于中标，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剧情又转了一个弯。愿意在菜单上老老实实印出组合肉3个字，坚持只给全熟的摊子，其实是全夜市最诚实的摊子。人家守法告知照规矩来，让你清清楚楚知道这150元买到的是什么，明白消费，铜板价吃一份香气和气氛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这些年逛夜市，愿意标的摊子越来越多了，菜单角落一行小字组合肉熟食供应，字不大，但那是老板的诚意，也是法规10年下来慢慢磨出来的成果。看到这行字，不必捣蛋，反而可以放心这一摊，知道规矩，也愿意守规矩。真正要提防的，反而是另一种摊子，菜单上什么都不标，价格便宜的离奇，油花漂亮的离奇，还大方让你点3分熟。3个线索一起亮红灯，这种摊子我们绕道走。最后帮拼装车做一个公平的总结，它合法，前提是诚实标示，这是法律白纸黑字的要求。它平价，让学生、小资族带孙子逛夜市的阿公阿嬷都吃得起铁板上那份滋滋响的满足。它的蛋白质还是牛肉的蛋白质，这一点不假。业者也讲得有道理，重组技术减少浪费，让零碎肉发挥价值，本来就是食品工业的正常一环。但它也有几个要留意的地方，加工过程用了磷酸盐和调味，钠含量通常比原块肉高，1克下肚，再喝2碗咸香的浓汤，1个晚上的钠很容易超标。家里有血压、肾脏功能要顾的长辈，浅尝就好，不必餐餐报到。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记得挑有标示、确实全熟的店家。身体状况特殊，饮食拿不定主意的，找医师或营养师问一趟最准。这3个线索其实走出夜市也用得上。在超市买冷冻肉排，把包装翻过来看成分表，原块肉的成分栏干干净净，就是牛肉2个字。要是出现一长串磷酸盐、大豆蛋白、粘住剂、牛肉萃取物，再配上品名旁边的重组2个字，那就是拼装车报道。合法可以买，但价格要对得上身份，煮的时候务必全熟。在烧烤店、火锅店也一样，切得方方正正，油花均匀，得像复制贴上的肉片，价格又特别亲民的，心里自动归档。拼装车家族全熟伺候，回头看1克150元的夜市牛排到底是什么肉？价格数学告诉我们，1公斤543元的原块进口牛肋条撑不起这个售价。拼装车技术告诉我们，碎肉3秒焦，灌水磨法，100公斤
变150公斤，才是这门生意的底层逻辑。法规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合法，但业者有义务标出来，让我们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该标不标，最高可以罚到300万。而纹理、油花、熟度加菜单3个线索，让我们自己就能当侦探。纹路要同一个方向，断面要一丝一丝，不能一团一团；油花要韧性，不能均匀的像硬的；熟度和菜单那3个字要对得上，3关都过，恭喜！眼前多半是圆块肉，3关都过也不用摔筷子，他大概率吃不坏人，只是你要知道自己付的钱买到了什么，然后全熟，谢谢。下次逛夜市，走到牛排摊前面，先别急着抽号码牌，抬起头，花10秒钟，先找菜单上那3个字，找到了，安心坐下来，吃你的全熟牛排，配你的铁板面，戳破那颗半熟蛋，心里顺便给老板记上一笔，这摊诚实。找不到也不用慌，3个线索拿出来用，纹路看一眼，油花看一眼，熟度问一句，10秒钟的功夫，几十年的门道，就这样变成我们自己的本事。150元，买一份香气，也买一份明白。下次逛夜市就从那3个字开始。